过去一个星期，整个市场里面发生了一点事情，港股、中概股又涨了好多，但是呢，新闻好像又不是那么好。正好借着这个机会，我们可以学习到一些很重要、很重要的事情。为什么港股涨了？为什么中概股涨了？其实啊，你要看新闻的话，有几个东西是不利港股的。第一个，美元涨了。我们之前讲过，美元涨的话，那在香港上市的大多数的股票，或者是中概股，在美国上市也好，在香港上市也好，因为他们赚的是人民币，但是买的价格是港元或者美元，所以美元涨，港元也涨，那这个股价就要调整。所以强美元对中概股和港股是不利的。第二点，美国国债收益率涨了，对整个股票市场的估值 valuation 也是不利的，要往下走的，因为它的折现率上升了。当然，这里背后有一些比较复杂的理论就跳过了。所以美国的国债收益率上升了，对港股和中概股，包括美股都是不利。所以呢，大家看到美股在上个星期都没有怎么涨，但是港股啊，不光是有美国国债收益率这件事情，还有美元强美元，还有一个地缘政治，布林肯给你一个核弹的威胁，包括耶伦布林肯所说的东西，中国无法满足，也不想满足，不愿意来听你。所以在这个情况下，港股其实不利。但为什么港股涨了这么多呢？其实我觉得这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学习点。第一个，很多人大众赚钱没赚到，为什么？是因为他们听了新闻，跟着新闻还有这些财经的评论去思考。哦，中国经济完蛋了，哇，中国要被制裁了，哎，港股完蛋了，资金撤离了，港股被美国搞了，怎么样了？因为你听了新闻，但是如果听新闻看这些意见有用的话，那新闻从业员就发达了，做新闻直播的人就发达了。其实看新闻去做买卖正好是输钱的。为什么？因为我们是小股民，当我们看到了某人的意见，那个人的意见又是根据之前的新闻他消化了之后再录制讲出来，中间这个时间点啊，就是有一个好的新闻，但是讲了之后，当我们看到了去买的时候，一定是涨过头了，明白吗？一个好的新闻应该来说啊，对股价是有利的，但是另外一方面是我们买的价格不光是对公司要好，还有股价。当一个好的新闻把股价炒高了之后，我们收到了这一个人的意见啦，这个好的新闻啦，我们去买的时候，其实我们是买高了。相反来说，同样道理，一个坏的新闻越讲越坏，越讲越坏，坏了之后，人家还要疑神疑鬼，股价一跌就找跌的理由，然后呢，就是越来越悲观，还有一个自我实现的预言，到最后我们顶不顺了，绝望了，卖走的时候，虽然基本因素有点不好，但是这个股价是跌过头，所以呢，港股是之前跌过头，这个星期新闻是不好的，但是因为之前港股跌了3年4年了，涨一点点跌好多，涨一点点跌好多，是跌过头，然后严重的低估了。下一个很重要的是，资金现在在流入港股和中概股，一会儿给大家看看哪些资金在流入港股和中概股，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下一页给大家看。所以大家先要明白这一点。所以呢，商汤是这个极端的例子，跟整个中概股和港股是一样的。商汤没有涨之前，它是0.59，不到6毛钱，5毛8、5毛9，正好啊，我们是上个星期 GMT 有讲过商汤，所以呢，这一张 PPT 是我们当时讲过商汤的，当时是5毛8、5毛9的时候，我们觉得它的新的产品公布之后，会进入一个新的概念股的阶段，因为有新的概念了，讲故事了。成长股最重要是有故事可以讲，因为财务报表没有东西可以看，还在亏钱呢，都是在前期的一个概念，所以大家要明白这一点。所有这些框架在10倍股那一套课程里面完全给大家的，所以大家听不明白回去看一下。在概念股里面啊，公司有7个不同阶段，在概念股这个阶段，我们不是看财务数字的，没东西可以看的，越差的财务的数字也不要紧，最重要是有没有故事可以讲。当这个故事可以讲的时候，再配合资金回来，一下子就涨好多了。还有一点，因为它跌了好多好多，它是打了一个很疯狂的 discount。什么疯狂 discount？ 没有涨之前，它是涨了1倍多，108%。也就是说，它没有涨之前，它的 price to book 市正率是不到0.8、0.7几。什么叫0.7几啊？就是说我买商汤这个价格，当时5毛8这个股价，等于是它的账面值打了个
8折不到。那这些是什么东西呢？这些是 NVIDIA 的晶片啊，这些是 server， 这些伺后器啊，这些伺后器现在中国大陆想买都买不到的东西啊，应该是要被炒高了价格，是不是啊？商汤早期没有被美国禁止之前，买了大量的这些伺后器，这些是它的账面值嘛，你买了这些器材才会在账面上面，当然要每一年 depreciation 批账批走。那它的那些产品开发、科研、AI 的知识产权，全部是作为一个开支开掉的，所以它的那一个市净率账面值里面没有任何开发产品的价值在里面。也就是说，你买它的话，只是把它的那些电脑打了个折扣买下来，这些电脑是值钱的啊。另外那些 AI 的无形资产、知识产权全是免费的，所以这个折扣是打得多么的大？为什么这么大的折扣没有人去买啊？珍惜生命啦，远离港股啦，香港没希望啦，商汤的创办人又死了，阿里巴巴又在抛售了，软银又在抛售了，美国又在打压，把它放入黑名单了，所以它从6块多跌到了6毛钱也不到，种种原因使到它的股价是太低了。所以同样的，不是商汤的话，你看其他的港股的话，基本上有好多的公司都是有类似的情况，就是很便宜，打了折扣 price to book。 科技股啊，科技股的 price to book 还不到1哦，这个是严重的低估了。那些知识产权啦、无形资产啦都是没有打进去的。你看数字的话，就是想一下 price to book， 我要做老板，我要重新开发，从零开发开到现在 price to book 应该是1，成本价是1。其实成本价不止1，因为刚才所说的这些产品开发的话是 expense， 如果你知道一些会计的原理的话 expense 掉的，所以把那些加进去的话，包括它已经上了市，上市的时候还有费用，这些都没有算进去，所以呢它是股价低产严重低估。当资金流入的时候这么便宜，一下子涌进去买，又有故事，一涨的话人家就看为什么要涨了，结果就讲故事了，讲了故事之后它就涨得更加的厉害了。那最重要的啊一个原因是什么呢？是资金进来了，这些是国际的资金，这些是外国的资金回到了港股和中概股了。因为上个星期港股涨这么多，不可能是香港本地人在买，不可能是散户在买的，不可能是七爸爸和 GMT 同学在买的，我们的钱很少，香港的散户的钱第一个已经跑掉了，吓死了，不敢买了，也不会像上一个星期的成交量这样，大陆的资金虽然有，也不会这么大的在买，这些是国际的资金，全世界的资金来买香港的股票，或者是美国的中概股。为什么呢？因为你要看这张图，这张图是去年年底今年年初我们 GMT 里面用过好几次，在 YouTube 视频里面简单的讲过一下。我们不要看新闻，看新闻我们会跟着去悲观，跟着这个大势走，我们就变成了驴鼠 Lemmings 羊群，跟着大群一起走，结果一起死。那你看这幅图就能解释掉了。香港过去的1、2年、3年，这个坏新闻多得不得了，哇，被美国制裁了，资金走掉了，或者是中概股啊要退市啦，好多就不再重复了。所以呢，刚开始恐惧了，后来是投降了 capitulation 了，后来是绝望了，哎，珍惜生命了，远离港股了，一直在下去。到刚才我们看到便宜的不得了的时候，为什么不买？不敢买，买了再跌。要买的人已经买了，绑住了，跌下去了，套住了，还被人家笑了。不买的人跌了多少钱都不敢买，都不会买。所以这个时候只有卖的人没有买的人，股价是低到不得了的时候。然后呢，我们 GMT 到了2月16号的时候告诉大家，哎，现在要买了，现在要买了，因为我们现在是在一个聪明钱的时候了。聪明钱的时候，我告诉大家，大家可以进来 GMT 回看我们2月16号那里 Smart Money 价买的时候，下面已经写了叫隐身阶段。那些聪明钱买的时候不会告诉你的，告诉你大锣大鼓说我来买港股啦。这个时候啊，这个股价推上去了，我不是买贵货了。所以呢，一般来说，这些聪明钱买的时候，故意会放一些坏消息出来，希望你们跌啊，你们不卖，他哪里可以买？你们不卖，他们哪里可以便宜的买？所以聪明钱的时候，他们会静悄悄的买，而且是越买越低，越买坏消息越多，这个时候他们才能买到。谁都在抢的时候，抢也抢不到。SMCI 你想是100块买还是1200块买？当然是100块买了。什么时候会涨到600块、700块、800块啊？因为这些聪明钱全买好了。
全买好了之后，到机构投资者开始买。所以呢，我们在2月份的时候已经看到了有机构投资者开始进来香港了、港股了，还有中概股了。这是2月份，当时已经有一个叫技术性的牛市了。我已经看到，这个时候已经不是聪明钱了，因为聪明钱你不知道他们在买，聪明钱买了之后6个月之后、3个月之后，你才会发现，还要他买了超过5% 才要公布啊，不超过5% 的话，根本是不需要公布的。美国是每个季度要公布，所以它起码是3个月你是看不到他买的。香港是不超过5% 的持股量不需要公布的，所以他们买的时候你是看不到的。好了，当我们看到有资金开始买的时候，机构投资者，当然这个配合一些基本分析看到成交量，再配合一些他们机构终于3个月之后要公布了，这个时候已经看到进入了叫觉醒阶段。所以有时候我们小股民听新闻慢的要命，当我们听到新闻去买的话高追了，所以我们不能听新闻，我们要看现在股票在周期的哪一部分。所以呢，港股当时2月份就说了，进入了一个叫觉醒的阶段，而这个觉醒阶段在之后那个星期2月20几号的时候，我还说会有一个叫熊陷阱，就是跌下去了，熊的人、悲观的人觉得哇涨完了走了，快点走了，结果后来又涨上去，你就追不回来了，这个叫熊陷阱。当然这里不只有一个熊陷阱可能会有几个熊陷阱的那在之后到 media 谁都在讲的时候，大众的钱进来了，这个时候会涨到你不相信，涨到你觉得它是不会跌的。我们讲 AI 的时候没有人讲的，我讲 NVIDIA 的时候人家 NVIDIA 还在跌当时是120几块、130几块，我说现在 AI 要进来了，要改变世界了。大家可以回看 YouTube 看看下面的日子，2年前我就跟大家说 AI 会改变世界了，而且整个美股没有看头，只有 AI 唯一一个亮点。美国当时在加息，在缩表，经济可能会不好，当然后来经济还算可以，但是当时看出来不太好，唯一一个亮点就是 AI， 现在就讲到了。所以当时我讲的时候没有太多人讲，现在谁不知道 NVIDIA 了，现在谁不知道卖惨的人了，谁不知道 AI 的晶片这个时候到了大众开始兴奋了。我坐在公共汽车上，听到后面的日本人讲什么我都听不懂，只听到 NVIDIA， 他就说NVIDIA 涨了好多了。当时是 NVIDIA 涨到800多块的时候，他就NVIDIA， 所以现在买 NVIDIA 是高追了。这幅图已经给你了，但是什么时候会爆破不知道讲故事好多人会追，这个泡沫会上到你都不相信，怀疑人生，跌也会跌到你怀疑人生，涨也会涨到你怀疑人生了。到了最后这次不同了， New Paradigm 了，新常态了，现在是怎么样不同，每一次都是这样的，不同了，虚拟货币会改变世界了， .com 会改变世界了，不同了，现在我们谁都看了 Robert Kiyosaki 的房地产，美国房地产会改变世界了，每一次都会改变世界，每一次都会跌下来，跌下来之后香港没有希望了。上一次我听到香港没有希望了 Alan 你千万不要在香港买楼了，你不懂香港了，你刚从美国回来了，你不懂香港的是2003年香港的楼跌了7年香港的股票跌了好多年03年楼价跌了70%在03年开始买楼，我买了都不敢告诉人家，因为谁都告诉我 Alan 了，香港没希望。香港从97年到03年是多少年？7年，所以香港这次从19年开始跌7年的话，不一定是同样7年但是如果说7年跌的话，那就2026年会开始好了。所以第一个，我们不要随便听人家讲，意见谁都有，听了意见听了新闻去买的话肯定会死。那你要听谁的意见？听赚到钱的人的意见，赚到钱的人的意见他是好的，赚不到钱的人的意见是不好的。经常说那些什么经济学家啦、大学教授啦没赚到钱当时在香港市场做到股票市场赚买楼的钱，然后做年买成了，买到19年之后就开始抛售，也是看准了香港的房地产。所以呢，要找赚到钱的人，听他的意见。那有人又会问了，老师已经赚了这么多的钱了，为什么要收学费？我还是邀请大家进来 GMT， 也正是那些人说，老师你都不需要赚钱了。所以呢，我在不久的将来会停止收新生听好了，机会难得，不是要卖你课程我就是不要赚你的钱，才在不久的将来要停止收新生让我们可以好好的带领我们现有的学生去全世界找机会。因为每一次新的同学进来都会问一些新的同学常问的问题，但老的同学已经不想再听的问题，所以呢，在不久的将来就会把这个学
学校的门关掉了，要进来的话赶快进来了，所以我也不是缺你这些学费啊。你进来很重要，为什么？进来的 GMT 同学可以见证，我每一次都教你先看完所有的过去4年每周的课程，我们有整套的致富股票啦，整套的10倍股啦，整套的股神集训班。感谢大家今天的时间，我们下次再见了啊，拜拜。